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挑战消化50多个无印美食啦。每次走到无印食品区，商品太多，总是无从下手。这次把超人气的、第1名的、口袋名单的、日本网红推荐的，统统买回来。最爱无印的复古日本果子，无印良品绝对不能错过的咖喱，令人意外必须要买的饼干推荐。会选择无印的食品，因为它的成分较单纯，添加物含量较少。以后走进来食品区不会再茫然，还有教大家怎么避雷，看有没有货的方法，最后再精选分类排名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开始之前来个阅读说明，如果介绍的单品是写台币，表示台湾有贩售，写的是日币也不保证台湾没有。期效较短的会另外标示期限。无印的食品打开包装后要尽快吃完。大概半年前开始，辛巴爱上无印的饼干糖果，因为养生的关系，发现无印的成分较简单，但是相对的，它也超级容易过期。这2个月都在跟这50件商品的期效赛跑。首先是超级日本风味的饼干类，原本只是买来给辛巴解嘴馋的黑豆仙贝，居然是一家3口抢着吃的黑马，大人小孩都会喜欢的口味。里面的黑豆越嚼越香，大小刚刚好，外层的饼干融合米香跟黑豆的香气，介于米饼跟鲜贝之间的口感，一口的大小，吃起来很方便。上面撒了少许的盐，会让你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。无印客户评价4.8颗星，900多则评价，好吃有特色，较营养，是必买清单。然后是新家一直很爱吃的日本地瓜条，国产地瓜炸过之后淋上蜜糖，成分真的比较简单天然。地瓜条是日本常见的零食，吃起来味道有点像台湾的地瓜片，它是脆薯条的口感，甜中带咸，加上地瓜香，是会想回购的商品。比较偏古早味零食的小点心里面呢，一直在找房东给的超好吃果酱夹心饼干，这次意外找到一款酸甜的版本，里面的豆浆饼干吃起来很香，评分很高。甜菜糖双口味饼干一直都在无印的排行榜里面，材料简单，吃起来就是想象中的味道。4款里面，意外的是期间限定的柠檬夹心，根本是不期待它的味道，素材乱拍一直晃。果酱饼干夹心是一款很常见的饼干，但是这款比较偏向大人口味，吃下去外层饼干就是基本甜中带咸，吃第一口嘴巴里面会充满柠檬的味道，咀嚼5下之后，酱里面的柠檬皮才会化出酸味，再来还会带一点点皮的苦味。留言评价区都希望它能变成固定商品，意外的有层次的古早味，不讨厌柠檬都可以试试哦。草莓果酱呢，就是想象中的味道。来到世界饼干区里面，很香浓的口味，红茶饼干评分意外超高，红茶非常浓郁，有点像高级喜饼盒里面最常被吃完的那款饼干，吃起来有点伯爵茶的香气。喜欢红茶口味的商品可以试试，评分里面也很高，夹着杏仁颗粒的脆糖雪球，可能是文化差异，或是得搭配黑咖啡，这款新家吃不太懂。接下来是各有喜好的无印咖喱，款式真的很多，非常难比较。新家超喜欢搭配手做印度甩饼，除了搭配咖喱，日常也会拿来做早餐。无印也有卖直接做好的印度饼，有些东西选择现做，真的会比较好吃。用少许的油或者是干煎就完成，是那种越嚼越香、有嚼劲还会回甜的印度饼。
食谱上的另外一个做法是在中间加上起司，印度饼皮香甜有嚼劲，加上起司，真的非常好吃，方便又美味哟。如果咖喱想要吃得非常日本口味，也可以搭配大阪烧鲜贝一起食用。然后来到咖喱调理包区，品项真的太多，每种都各有特色，真的非常难挑选，正常就是买个2-3包回家，最后分不出来到底哪款最喜欢。这次把全部喜欢的、想吃看看的买回来一起试一试。最基本安全牌第1名，选择奶油咖喱，非常浓厚的咖喱香，还有一点奶油的香气。基底是番茄奶油鸡，加上坚果等香料，吃起来奶油香，带点番茄酸味，还有一个浓醇的口感。原来是坚果，辣度虽然是2，但是信奖可以接受的辣度。无印良品的绿咖喱除了辣味，还有不辣口味。喜欢吃绿咖喱、泰式香茅的一定要试试。在排名上，不论辣的不辣，评价都超好的绿咖喱呢，跟记忆中的偏9层塔椰奶香味绿咖喱不同，它是比较偏泰式香茅椰奶味的绿咖喱。第一口带着椰奶甜味，然后香茅、南姜、柠檬叶的味道，最后9层塔的味道跟5颗星的辣才会上来。绞肉咖喱也好吃，但是呢，个人会选择买绞肉块自己煮一锅。还有这款我们家比较吃不懂，充满森林香料味的咖喱，想要有嚼劲整块牛肉，可以试试这款牛筋咖喱， CP 值很高，它是这次咖喱总票选的第3名。如果不看价钱，我们会更喜欢第1名，它是目前吃起来最喜欢的咖喱，烤香料牛肉款，真的堪比店面的咖喱。虽然它的单价较高，带着烘焙过的香料焦香，以及大块有嚼劲但却又软嫩的牛肉，非常浓郁有深度的大人咖喱，真的会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，是会固定想回购的高级滋味。至于旁边2款乌龙面料理包呢，就是基本想象中的和风酱料的味道。调理包的最后是一些有点误会款，以及一直想要试试的墨鱼面，搭配饭使用的芝麻味增担担汤，以中式食谱汤饭作为出发点的菜色。浓郁的芝麻味增本身就很下饭，里面有花椒香气以及坚果的颗粒，偶尔会想要回购放在柜子里面的好味道。由于墨汁意大利面酱真的非常好玩，料理的步骤也比想象中简单许多，只需要煮好意大利面，再沾上1包酱汁，搅拌完跟包装上的一样黑，完全看不出来是白面，吃起来很有新鲜海的味道，带着蒜香。如果配菜加上葱爆鱿鱼，就会是100分的料理。喜欢海鲜味道或是想要整人的，可以试试哦，是会偶尔回购的好滋味。在妈妈社团里面评价2级，期间限定的盛冈冷面，去年吃觉得味道还好，原来是吃错方法。盛冈冷面每个步骤不能随便，最重要的是灵魂泡菜配料，没有泡菜真的会少很多分的盛冈冷面，面条很 Q， 汤底清爽，夏天才会开始贩售。比较偏个人口味的商品，以前偶尔会吃一个觉得不错的年轮蛋糕，这次把排行榜跟口袋名单统统买回来。如果怕甜不想吃太多，它有出迷你版本，选中的6款里面最喜欢香蕉口味，这次开箱6款年轮蛋糕，才发现每款的口感不一样，香蕉口味最湿润，口感也最好，竟然有一种水果蛋糕的香气，带着微微的香蕉的味道。如果不喜欢香蕉，也可以参考蜂蜜年轮蛋糕，吃起来跟香蕉的口感非常像。
比较可惜的是这款糖霜年轮蛋糕，糖霜吃起来特别的口感，蛋糕体偏干，白米粉做成的松饼粉，在妈妈社团很红，刚上市的时候大缺货，一包150克可以做成3人份，材料也很简单，只需要牛奶跟鸡蛋，要小心里面有一包干燥剂，不要加进来哟。做日式松饼其实有一些秘诀，这次没有煎得很漂亮，依照个人喜好搭上奶油跟蜂蜜，因为是用米做的粉，吃起来多了一点 Q 度，意外的居然非常好吃，味道也很香醇，不会有市面上那种假的香草味，多了一个米的香气。原本一直在观望的无印咖啡，但是新家对于咖啡没有这么讲究，加上这次买的有2款是酸豆，不是个人喜好，可以先买单包装试喝，再买大包装的哦。因为价格较贵，所以没有买过的无印汤包，在妈妈社团里面看到推荐文，所以来试试。这款秋葵浓汤网络评价超高，几乎5颗星，我们3人份就300日元，有点小贵，味道一点都不像调理包，吃起来真的没有什么加工感，秋葵还很新鲜，汤里面还加了一点姜跟海鲜干料，汤超好喝，是之后的必买清单。然后吃完之后，3个人意见不太一样，比较特殊口味要看个人喜好的点心呢。市面上较少见用旧时代制法的牛奶制品，薄薄的一片不软不硬的牛奶蛋糕，吃起来有一点像羊乳片的口感，做成的薄片牛奶口味，很特别，是市面上较少见的点心。然后是信讲很喜欢，但是妈妈吃不懂的糖果，加入了4种果汁的综合气泡糖，水果糖的味道非常浓郁，甜酸度刚好，但是它的气泡吃起来有点特别，有点像在吃泡澡锭，一直在嘴巴里面产生泡沫感。如果喜欢吃梅子的产品，可以试试这2款，工作中嘴馋很适合的微凉梅子糖，有点像口香糖，但是它会融化，是好吃的假梅子味。自从吃过无印良品的蜂蜜泥状梅片，就很少买超商的梅子系列糖果，一开始可能会吃不习惯，少了加工食品的咀嚼感，吃进去之后真的会变成泥状，没有那种 QQ 的感觉，但是它有非常香浓够酸的梅子味，个人非常喜欢，但是希望它能出假链带的包装，令人出乎意外的回购商品，因为成本涨价而调整减少数量。以前经过无印就会很想买的咸甜巧克力派，虽然这次价格不变，减少数量的涨价，但是巧克力浓度吃起来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。还有本来很期待同系列的甜甜圈，真的说不上来它的口感，拍摄完再也没有人要吃它。还好有第3样番茄罗勒洋芋片，惊为天人的好吃。这次搜寻排名居然是推荐番茄口味，还有点疑惑。洋芋片吃起来不是都大同小异吗？吃起来厚度适中的洋芋片上有很浓微酸的番茄香，加上清香的罗勒，真的是一口接着一口，会停不下来的好吃。味道偏重，是会定期回购的清单。最后还有一些固定会买的口袋名单商品，之前先来推荐日本无印良品。买东西可以上日本官方网站，上面都有库存，在哪里有货可以查询哦。另外也有大家购物评价，翻译成中文就可以参考。那没有介绍的固定回购清单呢，像是夏天冷冻冰箱一定会有的水果果冻库存，是信讲的下课小确幸。还有这个棉花糖是新妈偶尔的小确幸，吃起来就跟夜市棉花糖没有两样。还有这个煮饭配料的干贝昆布，因为一直吃得很习惯，所以还没有跟市面上的商品比较过，或是只有一个人吃需要超小包，所以就会选择无印良品的鱿鱼片。超级喜欢买无印良品的迷你泡面包，这次发现他们除了鸡汤味，也有泰式酸辣。
这次推荐的商品有点多，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个商品呢？或是有其他的口袋名单要推荐新家，欢迎下方留言给我们。有喜欢我们的推荐，记得追踪社群，才不会错过最新消息哦。谢谢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